有可能存在比地球还大的生物吗？毕竟宇宙那么大。宇宙中可能存在比地球还大的生物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并没有确定的答案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毕竟宇宙那么大，什么样的事物都是有可能存在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，假设宇宙中真的存在比地球还大的生物，那它们会是什么样的生命形式？正如我们所知，地球上的物质基本上都是呈现出固态、液态和气态这3种状态，但或许你不知道的是，在可观测宇宙中，这3种状态的物质所占的比例其实是非常少的，而真正占绝大多数的物质状态其实是等离子态。根据科学家的估算，等离子态物质在可观测宇宙的普通物质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99% 以上，这里需要注意，不包含暗物质和暗能量。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合理的推测，即如果等离子体物质能够成为构成某种生物的物质基础，那它们的体型就可以非常巨大，甚至比地球还大。毕竟宇宙中的等离子体物质是如此之多，更容易形成庞大的结构。有意思的是，过去的一些研究表明，等离子体物质似乎真有演化出生命的可能。比如说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一个由库萨大学物理学家梅尔斯·桑杜洛维修带领的研究团队就发现，等离子体物质可以形成高度有序的自发结构。在此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在一个充满了等离子体物质的容器内放置了2个电极，并在电极之间施加高电压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在强电场的作用下，等离子体物质会自发地形成多个球状结构，并且每个球状结构都可以分为内外2层，其内层是带正电荷的离子，外侧则是带负电荷的电子。进一步研究表明，在特定的电压下，这种球状结构可以通过吸收外界的物质来生长。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们居然可以分成2个，就像是细胞分裂一样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这些球状结构之间似乎还可以通过电磁波互相传递信息，进而以特定的频率一起振动。除此之外，在2014年的时候，一个由马普学会地外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格雷戈尔·墨菲尔带的研究团队还有另一个发现。在此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将由氩和氧构成的等离子体置入封闭容器中，并在其中加入微米级的聚合物粒子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在加入了特定的电场之后，容器中的粒子能够自组织成丝状结构。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，这些丝状结构是由粒子之间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共同形成，具备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。这与我们常见的生物细胞中的细胞骨架有类似之处。研究人员还发现，这些丝状结构之间会互相吸引并缠绕，有时会形成一种双螺旋结构，而这种结构就具备信息编码的可能，因为我们地球生物的 DNA 就是与之类似的结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丝状结构相互吸引缠绕的过程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稳定的结构会瓦解，只会留下那些稳定的结构，这似乎表现出了进化的特性。可以看到，这些研究都表明了，在一定条件下，等离子体物质能够形成具有生命必要特性的结构。据此，我们可以认为，等离子体具备演化出生命的潜力。那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等离子体生物，那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有研究者提出猜测，等离子体物质可能没有固定的外观，它们可能会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存在于高温或强磁场的环境之中，并通过吸收或释放电磁辐射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，这与我们碳基生物完全不同。需要知道的是，宇宙中的等离子体物质分布得非常广泛，除了恒星之外，各式各样的星云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等离子体物质，而星云的直径动辄就是以光年计，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出，如果这些星云中真的演化出了等离子体生物，那它们的体型就可以非常巨大，出现比地球还大的等离子体生物也不是不可能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推测，所以大家听听就成，不必当真。